大家好，我是小黎生。这部影片就算你今天不看，你迟早也是要看的，因为我要讲的是大家人生中其中一件大事，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买房。就是很多人一辈子对买房这件事没什么概念，尤其是出来打工的年轻人，因为就他们那一点薪水，什么时候才能买到房啊？但你知道吗？80%以上的人觉得自己买不起房，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被洗脑了。你去打开电视，你去打开主流的媒体，每天都告诉你买房是一件大事，对不对？包括我一开始我也说这是一件大事，你怎么想？你一开始可能不以为然，但后来我举例说大家的薪水很少，然后房价很贵，就这种没有逻辑的论证，然后大家的潜意识就会认为自己真的买不起房了。而且当你身边每个人都这么想，羊群心理，你不会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人，然后你就跟着这帮人的思想，觉得自己买不起房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当你们成家立室的时候，你们突然又有钱拿出来买房呢？就是资金这一件事突然一下间就解决了，为什么？是吸引力法则吗？就心想事成，对吧？是上天开了眼，是不是？我觉得是的。但如果用逻辑去解释这件事，我觉得资源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你们从不敢去想买房这件事，所以你们对买房完全没有概念，你也不会去整合你们身边的资源去完成买房这件事。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你能买一套怎么样的房子，要在什么地方买，要多少钱，最低的门槛是多少，你父母、朋友、银行等等的途径能帮助你多少，你自己的收入增长率多少，你想过吗？如果你想过，我想你肯定有老婆儿女了。我观察的正常人，只要是读过几年书的都不敢想，早就被洗脑了，对不对？更何况说去看盘了。就是我一直为大家感到很纳闷啊，就是买房这件事不是理论的事，是需要我们去踩盘的。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我们需要清100只青蛙才能找到一个青蛙王子啊。然后看房这件事是免费的，而且看房我们也会觉得很爽，对不对？因为我们可以装啊，装成有很多钱去看房，然后让那个中介给我们涨知识，我们也能够练习一些谈判的技巧，甚至说有一些发展商可以帮我们吃住去看房了。这么爽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做，这可能是心理自卑吧。就是我们走过很多的名牌店，然后明白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是我们最向往的，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敢进去看。那我想问你，当你有一天中彩票了，你敢进去看吗？你敢。但你如果不改变穷人的血液的话，就你自己一直觉得配不上这些美好的事物，你进去了，你也不敢碰，你怕失礼。就是这些所谓的礼节，又是被洗脑的。所以那些学霸都追不到自己喜欢的女神，因为他们早就被教育成有礼节的人了。所以对于买房这件事，我们首先要敢去想，这并不是一件大事。我之前也给过大家一些空手套白狼的套路，这是干货啊，你们等一下可以去看，但千万别急，先看完这部影片，因为我要说一下买房干货里面的干货，含金量最高的地方就是帮大家解决选房的那些疑惑，怎么选到房价暴涨的房子。然后影片的后面我会手把手的告诉你怎么跟中介打交道，从此买房横着走。但开始之前，我先宣布一件事，就是大家最近因为疫情感到非常迷茫嘛，收入不但提不上来，甚至还减少了。那我就帮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赚钱的重点，就是大家可以先副业的去试试我讲的那个方法。然后因为有一些商业机密，我就不完全对外公开了，所以我私下录制了一个完全是免费的课程给大家，在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可以免费的报名，就是一些真理，可能会有一些冲击到大家被洗脑的价值观，我不方便讲，我也不知道这个免费的课程什么时候会下架，所以有兴趣的就参加吧，免费的。当然大家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也是免费的。好了，那首先买房就是投资嘛，只是资金的门槛相对比较高一点而已。那投资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是选择，因为当你选对了，根本不存在心态的问题。你买的资产一直在涨，从不跌，你心态怎么炸，对不对？尤其是房子，选对了真的不会跌。那选房子其实就那么一个唯一的标准，就是地段。你说这个我也知道啊，但是好地方贵啊。就亚洲比较贵的房啊，就在香港，就是很多人觉得贵的已经不合理了。
那其实这些话蛮恶心的，因为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懂这地段的本质，然后他们不懂还要出来评价为什么好贵。好贵的意思是因为好才贵嘛，所以它是值得的。我大学时就曾做过一个报告啊，就是拿20年前的楼盘开盘的价格完全相同的10个盘，一个城市里面的不同区域的10个盘来做一个20年的跟踪反馈表。我十分惊讶的发现啊，在这20年的过程中，当时开盘同样是5000块的楼盘，现在的售价是3万块、5万块，甚至是7万块。我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差别呢？2万块的房子只涨了4倍，而7万块的房子居然涨了10几倍啊！它们中间的差距为什么如此之大？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了别人赚的钱是你的好几倍，这代表着你花同样的钱，回报率跟别人完全不能等同，而这部分的增值是你无法用加班、加点、熬夜来追赶得上的。那这第一段的本质是什么？我把它分为3个中心。第一个是中心城市，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我在城市赚了第一笔钱呢，我到底应该回家乡买呢，还是我要在我所工作的城市买呢？如果我回老家买，那么我会又轻松又自在，买得又好又漂亮又有面子，然后呢，家里面的人也会特别认可我，压力也小。那如果我在大城市买，我可能就只能买到一个特别小的房子，然后呢，还特别高的月供，住的也不舒服，也没有达到自己预期，最重要的，也把自己未来的那个收入捆绑给了银行了，感觉就非常的憋屈。但你知道吗？这并不是要去哪里买的问题，这是决定你未来的问题。为什么呢？在大城市买房是什么概念？你会发现你所花的钱都是免费的，你花的最贵的钱是免费的，而你花的最便宜的钱是消费出去的。为什么是免费的呢？因为它是有投资回报率的，它是能资本翻番的地方，所以它是能赚钱的，而能赚钱的钱是能回本的，所以它是免费的。你知道大城市有多重要吗？就好像我们年轻人找工作一样，为什么我们要去一个好的地方、好的城市工作啊？因为好的城市提供了好的工作，而好的工作提供了好的薪酬和好的发展机遇，而这些是家乡给不了的。因为城市跟家乡不同，所以你才会跑到城市来感受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获得完全不一样的收入以及成长的空间。这就好像家乡的房价无法跟城市一样高，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因为它没有办法给予更多的附加价值，所以它就没有办法给到这个城市资产溢价可能性。这个城市聚集了优秀的创业者、金融人士、科技人士、国际人士，所以这个城市的房价就会比老家贵，是值得的。其实它比老家贵，从另一个层面上，它反而是更便宜的，因为呢，它会增值的更好、更保值。所以呢，在我们的眼中，对于城市的选择，第一选择是香港啊、北上广深啊、吉隆坡啊、台北啊、纽约啊等等的这些一线的城市，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呢，会互相的抢人才，就好像我们最近发生在各个城市之间，各种移民政策非常宽松一样。因为这选人才的过程就是选资源，其实就是抢钱。他把这个户籍落过来以后，他必然要在这个地方工作。他在这个地方工作呢，他就必然要在这个地方买房、置业、结婚、生子。那在这个过程呢，他会把整个家族、2个家族的人，男女双方的钱全部调到这个城市里买房，全部调到这个城市里消费，到这个城市里发展。所以这抢的根本不是人，这抢的是这些人的存款，以及这些人未来产生的生产力。所以城市跟城市之间，他们就像决斗士一样，他们互相的斗争。而总有一些城市会倒下，然后呢，这些倒下的城市就会越来越没落，这是会导致更多的城市吸引更多的人。这时候，一个强大的决斗士就会诞生出来，这更强大、更具有包容性的城市，我们就可以跟着一起成长，这是极其重要的。第二点就是这个中心区域，在一个城市里面呢，它的发展是存在不均匀的，所以呢，中心区域就是你在选择一个好城市的时候呢，你在这个城市里面有老的区域，有新的区域，有中心区和郊区，郊区又分为远郊区和近郊区，所以各个地方它是会有周期的。如果你实在拿不准哪个地方是你未来要选择买房的地方，
那么你就选择最中心的区域，选贵的买，大体是不会错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研究那么深的话呢，这个方法就是最笨的、最好的减少犯错的方法。如果你研究的更深一点，你就会发现城市之间会有板块轮动，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热点转移。就是我常被标签为趋势投资者，就是这趋势的意思。你跟着热点赚钱相对来说比较快，但往往判断这个热点的难度会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增加不同区域之间的对比。同时呢，我们选择地铁口的、学校附近的、高档楼盘聚集的区域，这样子我们能够极大概率的减少我们犯错的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时间呢，也许要5年、10年来计算。你买完以后呢，它有可能周围会有很多的利好，比方说马路拓宽了，所以我们要增加不同区域的对比。比方说你选择的区域当中呢，有可能这个区域是很中心的、相对成熟的，那这样你就能够相对比较确定。而你如果选择的区域是未来有可能发展的，但是你又不确定的，比方说开通一条地铁，也许它是5年以后开，也许它是10年以后开。那么如果你当时买进去的时候呢，它有漫长的时间内一直不开，你在这漫长的时间内的升值可能性就会一直很弱。因为我们买房子需要花大笔钱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找大概率能够成功的事件。因为我们投的钱大，那如果你把大把的钱投入到小概率的成功事件里面呢，你就会发现，但凡你赌错了以后，你的成本是极其巨大的。就是说，大资金的投法跟小资金的投法是不相同的。所以买房呢，我们追求大概率成功的事件，就好像学习一样，你想要最大概率成为一个成功的员工，那你就去学校好好读书，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财富自由，学校那老师能教你吗？你可以问问他，他自己也是打工的，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阅读，去读那些只对你赚钱有帮助的书籍。但你可能会说，我不会选书啊，而且看书很闷的。就是如果你想解决这些问题，你一定要走进我们的财富自由品书会，我们会为你解读100本提升你收入的书籍，而且你只需要听就好了。我们花重金聘请了专业的团队为我们制作音频，而且我本人也会不定期的做一些不对外公开的课程，就是一些关于赚钱上本质的东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Facebook 富人群组，这个群组是让大家互相提供价值的，不是纯粹交流赚钱资讯、投资资讯那么简单。我们还会交换资源，专业上的、技能上的、金钱上的、人脉上的、智慧上的。而如果你觉得这些理论的东西不适合你，你想要操作一个创业项目 ，OK， 我也会带着大家创业，你可以跟我合作。我们有兄弟副业去做，已经赚到他半年打工的薪水了。我打算送那一些苹果产品给他们作为鼓励，之后我还希望把他挖过来我的创业团队。所以这是一个理论加实践的品书会，而现在的会籍已经从原来1年的期限变成永久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加入的话，可以完全无视我们之后的涨价。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我们涨价之前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加入吧。那第3点就是中心地段。其实买房子买的根本不是房子本身，而是房子窗口以外的东西。因为房子的面积是不会长大的，房子的户型也不会变化的，房子本身不会像大树一样长大，但是有一个东西它会长大，就是窗户外面的东西会长大。外面的东西是什么？比方说学校，盖了一所新的学校，升级了，学位更好了。又比如说医院，本来的普通医院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医院，外面的马路拓宽了，交通更顺畅了，周围开地铁了，这些都是房子以外的东西。房子以外的东西在茁壮的成长，就代表这片区域在茁壮的成长，那这就会在价格上反映出来。房子的价格是随着价值的体现在不断的增长，而我们房子本身是不变的。所以为什么我只建议买中心区域的中心地段的房子呢？在中心地段当中，我们优先选地铁、学区房、学位房，10分钟以内能够到达的，包括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社区会更好。因为在中心城市、中心区域跟中心地段这3个地方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你买房子大体呢就会能够赚到钱，至少不会亏钱。然后这里面发生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就有个朋友听了我这个理论以后啊，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当地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就只参考我70%的观点和标准来选，他就把中心城市去掉，然后把中心区域跟中心地段留了下来。他说我在家乡买房，在偏远城市的中心区域和中心地段买房，然后呢觉得挺好的。其实如果他的对比对象是老家的同事朋友，那么他选择老家的中心区域和中心地段是没有错的，而且是极其好的。但如果他把对象放在大城市里面，或者是大城市里面的同事朋友和同龄人的话，他会发现就算他在家乡选了中心区域和中心地段，也仍然不如大城市的发展快，也仍然不如大城市的增值好，因为这两个竞争级别就不是同一种竞争级别的。所以我认为每一个标准都是不可以打折的，如果你一定要打折的话，一定要按顺序打折，就是说中心城市这点是不可以更变的，中心区域和中心地段你可以稍微改变一点，最好你能按照我们的标准来做，你赚钱的可能性就更高，你犯错的可能性就更低。因为毕竟买房子不同于其他，它要投入大笔的资金，产生大笔的回报，所以牵扯到这样大笔的资金，大家要注意了，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房产中介都有道德上的问题嘛，那现在我们买房基本都要通过这些买房的中介嘛，所以既然无法逃避了，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选一个可以帮我们跟房东砍价，帮我们节省钱的中介呢？这是一把双刃剑啊，你到真的迫切买房的时候才去搞懂就太迟了。而且你的房子能不能升值，除了你本人的投资眼光以外，你也真的需要一个有投资眼光的中介，帮你找到那些被低估或者说要贱卖的房子。那今天先说一下，究竟如何避开中介那些坑呢？就比如说，我们99%可以肯定，那些在 Facebook、IG 还有一些看房软件低于市场价的房源都是假的。天哪，这套房子的装修户型、社区环境都那么好，看上去比同样面积的房子大那么多，而且价格还低了一大截，难道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房子吗？没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陷阱。事实上，看上去面积大，是因为中介挂的图片本身就有可能是假的，或者拍摄角度的问题。如果你联系中介呢，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这样的：不好意思，这套房子刚刚成交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把你看到的那条消息撤下来。你对房子有什么要求吗？我们还有类似这样的房源，你不看一看吗？要不然你留个联系方式，有类似的房源，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和你说一下，付全款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的优惠哦。看到了吗？就像现在的美发店一样，进了门还怕忽悠不了你掏钱吗？天上不会掉馅饼。低于市场价的房源99%都是假的房源，剩下1%可能还没有等到你在买房软件上看到，就已经被秒掉了。所以我们买房的时候必须要问自己3件事：第一，这房能买吗？在一个合格的中介眼中啊，再差的房子都是好的房子，他在带你看房的时候夸大优点，回避缺点，楼层高的就带你看采光楼，楼层低的就带你看天井，1楼就带你看门口的花园，房间朝北就说夏天凉快，朝东就说没有西采，紧压着高架线就说交通便利，挨着电站就说我们可以绕着走。你嫌价格高了，就说上周刚刚成交了一个价格更高的隔壁的社区，同样的品质，同样的户型，好不容易看到各个方面都满意的房子，一问价格吓一跳，超出预期的10%。其实这也是中介的惯用手法，而且屡试还不爽。对于好的房子呢，卖家挂盘的时候，中介会建议把价格挂高一点，让卖家感觉自己诚心的在帮他卖，又让买家有了砍价的空间。就是这些套路啊，他现在一说话我就知道他想干嘛了，因为我常去踩盘啊，你们又知道吗？那我们的应对方案是这样的，因为不管中介怎么说，我们始终要以实际成交的价格为真实的导向，始终要以同样品质的房源对比当中比较优质的那套房子为导向，清100只青蛙找一个青蛙王子，看足够多的房子进行分析和对比，才会对市场的价格了如指掌。哪一个房子值多少钱，预算在这片区域可以匹配到什么样的房子，我们知道这些就不容易被一些额外的信息所误导了，也不难。其实看30-40个盘你就大概知道了。
因为中介有时候他说了很多虚的东西，可是它的价格有可能是很便宜的，所以这里面你要有自己独立分辨的能力。那培养这个独立分辨的能力，就是要看足够多的房子，就会在心里面建立一个模型，然后我们还需要筛选出合格的中介。中介有好多个，如果不投缘呢，或者一开始你就不喜欢这个中介呢，那就勇敢的把它淘汰掉，不需要再见面了。反正满大街都是，别浪费大家的时间嘛，人家也要工作，你也不需要为了图省事，然后一直跟不喜欢的中介在交流。你可以直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看着顺眼的、有缘的，或者特别重视你的中介来交流，来让他带你去看房。这样至少从你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你看房看得爽，你们互相都喜欢的话，这个过程就会变得非常的愉快，而且也会避免一些坑，随心所欲。古人说的话都是有智慧的，就好比你们的工作，你们真的喜欢吗？我自己观察打工的人啊，周五就期待放假，放假又睡到黄昏，然后周日就抱怨说明天要上班了，时间过得真快。这种人做的不喜欢的事情，其实他们自己都觉得恶心，而他们居然说是为了生活，没办法啊。其实我觉得他们只是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做或者拿手的事，因为如果你是为了生活，你应该去创业才对。我认为只要是个人，只要你不想当个奴隶，都应该去创业。我们做生意就是要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而创业其实是一门科学，是有系统，是有方法，是可以复制操作的，只是没有人教你，或者说教的都是理论上的比较虚的东西。而我自己创业的时候，看过无数的书籍，有虚的，有实的，我把这些结合在一起，总结了一套系统。我把这个系统运用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然后经过不断的优化，参加外面不同的培训课程，还有看了无数的书籍，我把自己的频道一年做到了20多万订阅。我发现 YouTube 是一个很适合白手起家的创业平台，因为它有超过19亿的用户，就跟你保证了流量了。然后我自己前期做也是玩着去做，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然后透过一些技巧和一点小心机，在前期的时候3天就做到超过1万多的订阅了。然后我感到最抱歉的是，大家搜索扫地僧都是我的影片，而不是天龙八部里面的大 boss。那这些其实都是有套路有系统的，就是我有意的做到这个无意的效果，然后大家都很想要去学。我每天都收到几百个私讯问我创业的问题，我的助理就建议我像偶像富爸爸一样自己做老师，一次过解决大家创业的问题。我骂了一声脏话，然后就决定开办了扫地僧创业商学院了。我会亲自完完全全的把我的系统和心法传授给大家，直接手把手的告诉你在 YouTube 创业的一切，我连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都告诉你了。注意，是创业，而不是只是当 YouTuber 啊。所以我们是有套路把流量变现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去了解。因为刚创办嘛，所以价格是最优惠的，也有一些大礼包送给大家。大家有兴趣就去了解吧。好，那套路2，我们要思考这个房子真的有那么多人抢吗？真的，就是里面有一个99%的假话和一个1%的真话。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你一看完房，中介就说这房性价比特别高，这2天有好几组客户已经来过这边看过了，并且有客户已经带支票过来，打算一笔过付款了，所以他让你最迟明天就要付定金了。我跟房东特别熟，可以让这个房东以这个价格卖给你，要不你先交个诚意金，这是最初级的逼单。可还是有很多人入坑啊。那中介最引以为豪的呢，凭着他奥斯卡级别的演技，让卖家感觉这个房子特别抢手。我有个朋友刚开始到了一个新的片区看房，走到了一套房的楼下，站着几个看起来像买房的人，还有中介在那里等着他们。2口子一上楼，买家就说他们等了很久了，楼下的好几个还在等着呢。我朋友他们看着也觉得还行，中介立马按下，马上在现场谈价格，一直说价格低于市场价，如果不买，今天就会有别人下定金了。期间呢，那些另外的买家、房东、中介都接了好几个电话，全部都是有人来聊价格的问题，感觉好像马上要买了。那么在这如此紧张的气氛，如果你在中间呢，你可能会糊里糊涂的当晚就把这个房子给买了。实际上有可能这屋里面的买家就只有你一个，
实际上这房子完全不符合我朋友一开始设定的目标，但是因为在那个氛围底下，普通人是没有办法去辨别真假的。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楼下的是演员，电话那头的是中介，所有打电话的人和说的话都是提前设计的，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恐慌和抢盘的一个氛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如何来应对呢？应对的方案是首先要制定符合我们自己买房的计划，清晰明确到哪个社区哪个户型，通过大量淘沙的方法淘出来的房子才是符合我们自己标准的房子。只有坚定自己的买房计划，才不会被中介牵着鼻子走。我这个首付在哪个社区买哪个户型的房子，这个户型所有卖房的所有租房的我全部看一遍，我了解所有在卖的房源，这时候一出价格一出标的就不容易被忽悠了。你被忽悠，只有在你不熟悉的片区才会被忽悠。所以这房子有那么多人抢吗？也许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在抢。那套路3就是思考这便宜能不能占呢？巨大的优惠有可能是巨大的坑。我相信在二手房下定金之前呢，你有可能是不做任何调查的，尤其是看到一套心仪的房子还低于市场价，中介只要拍着胸口说绝对没有问题，立马就会转账签约，还以为自己赚了几十万，其实搞不好房子得不到还赔了定金。比如说房子实际上有没有被查封呢？是不是凶宅呢？中介有没有刻意隐瞒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信息呢？大家在 Facebook 和 IG 里面可能就会经常看到中介发了一手房的信息，零佣金购房，零首付购房，返租5年租金 5%， 看似巨大的优惠，房价确实在暗地里面抬高了不少啊。要知道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嘛。这种类型的房子通常是缴智商税的代表房源，真正抢手的房子又何必通过这种方式来售卖呢？那看到这种，我们的应对方案是什么呢？首先看到这类信息的一手房就肯定不要买了。事物都是有两面的，它能做到如此好的条件，就证明它有极大的缺陷，才能够做到这种优惠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卖掉。但凡它不这么好的条件，它就根本卖不掉。还有，如果是二手房，你看到好的房子，首先要让中介做出产权的调研，确保产权是清晰的，没有被法院查封。其实就是选不同时间去看社区的房子，跟邻居跟门卫打探一下房子的情况，以前的房东是干什么的，现在的房东是干什么的，住的是什么租客，最近这个房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纠纷，有没有命案，是不是凶宅，这些呢是只有住在小区里面的门卫、保洁阿姨、邻居、楼下人是最清楚不过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中介可能会给你很多类似的巨大优惠，我们必须在看到这种巨大优惠的时候去做一个尽职的调查。这尽职的调查有时候中介带着你去做，你就没法做了。所以你跟中介看完房以后，你再自己一个人去溜达一圈，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消息是你所不知道的。那是不是每一个中介都是不好的中介呢？其实不然。然而实际情况下呢，中介的职责是交易，他们的佣金来源是完全跟交易挂钩的，所以中介的本质，他是不在乎客户买到什么样的房子，买到很好的房子，或者是很便宜的房子，或者很贵的房子，或者很坑的房子，不是他们最考虑的。他们最考虑的是你真的会成交，真的会买。所以这利益导向就导致他们有可能某一部分的人就会隐瞒一些真实的信息。然而也有很多中介他是很好的，他会真的为客户找到符合的房源，但是实际情况下呢，就是说你心中符合你的房源跟客户心中的他觉得适合你的房源，目前来说整个市面上是错配的，就是你无法知道你真实的房源是什么，那么客户或者你的中介也无法知道真正适合你的房源是什么。所以归根到底，你只有非常明晰你的目标，中介才有办法通过你的目标去找到适合你的房子。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